你对股息股情有独钟吗？那你一定要看完今天这支影片。嗨，我是雪邦，你也可以叫我肖邦。百世这一间股息成长连续超过52年的公司，最近跌到了过去5年少见的低档位置。我最近也在关注它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最新一季的财报。那以最新一季的财报来讲呢，我觉得百世公司有2个区块蛮值得关注的，一个就是获利，也就是损益的区块；第二个是现金流。先讲获利层面好了，我自己有看到3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百世每一年第一季的营收表现其实都不算太好，这个是季节性的因素啦。毕竟美国他们大部分的大型的节日都是集中在下半年，包括圣诞节、感恩节、万圣节等等的。那这些节日呢，都会带动饮料跟零食的消费，所以 Q1 跟上一季有落差，本来就是很正常的。甚至你也可以说第一季根本就是一个淡季，因此我不会拿这一季跟上一季来比较，我会拿去年同期来比。不过这次有个小细节要注意啦，就是今年 Q1 的营收比去年 Q1 还要低一点点。去年第一季是18250，今年第一季是17919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毛利率倒是算蛮稳的，基本上常年都是维持在52% 到55% 左右，这个8年来几乎都蛮稳定的，所以我给过。第三，因为营收掉了一些嘛，所以净利也跟着比去年同期还要下降了一些。整体来说呢，针对损益这个部分啊，我会把百世这一季的获利表现评为差强人意啦，不算太差，但是也没有多亮眼。那这主要的压力就是来自于通膨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，像百世这种做饮料零食的，算是必需消费品类股嘛，不是应该比较抗通膨吗？为什么它还会受到通膨影响呢？百世的业务主要分成2大块，第一块就是饮料的部分，包括碳酸饮料、机能饮料、茶、咖啡、燕麦饮等等的，像大家熟悉的桂格就是他们旗下的品牌。另一块是零食类，包括大家常吃的乐事、多利多滋、奇多，这些也都是百世旗下的品牌。一般大家都会觉得啊，像这一类公司是稳定型的，因为它的产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的用品嘛，就算经济不好，大家还是会买一点东西吃吃喝喝，顶多换一个口味，不会完全不买嘛。但实际上，就算是我们平常会吃的东西，也还是会受到通膨的影响。只是影响的方式跟其他的类股不太一样，通膨提高，生活成本变高，就算是必需品，消费者也很有可能会调整他们的消费模式，像是改买更便宜的商品啦，比如说有折扣的卫生纸、卫生棉，又比如说原本都喝可乐，现在改喝开水，又或者是减少囤货，比如说以前可能买1大箱饮料，现在变成只买几瓶这样子。百世今年第一季的营收之所以会比前一年要下滑一些，主要就是来自于通膨的压力，导致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有所改变。再来第二个是现金流的区块，这个部分有2个地方要注意哦。第一个是营业现金流为负数，而且呢几乎都是因为支付应付账款所造成的。这一季百世拿了不少钱去支付他们的应付账款，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嘎嘎的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有去看他们历年的财报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其实他们每一年 Q1 的营业现金流都是负的，而且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去支付应付账款所造成的。这就跟公司怎么排他们的付款时程有关啦，算是营运模式的一部分。只要后面几季有拉回来，我觉得这个就不需要太担心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由于营业现金流是负的，所以自由现金流也跟着是负数。百世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呢，就是它稳定的股息嘛。很多人会投资买它，主要就是因为它稳定发放股息的这一点。但是自由现金流为负数呢，就很可能让大家会开始担心说，那它的股息还发得出来吗？它未来股息会不会变少呢？那从这张图表你也会发现，每一年 Q1 的自由现金流也都是负数。不过以整年度来看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正的。也就是说，通常以完整一个年度来看的话，百世的自由现金流都是有余裕的，所以我认为也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部分。那综合以上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一些基本面数据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其实百世公司这一季的财报并没有到特别好、特别突出，但是也不算烂啦。以我自己的评分体系呢，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我会给它65分，还在及格范围内啦，所以它还待在我的口袋名单之中。过去我并没有投资百世公司的股票，主要是因为它在我的口袋名单当中并不是表现最好的一间公司，股价又没有来到相对便宜的位置，所以从来都没有买过它。不过呢，这阵子我发现啊，百世的股价跌到低档的黄金价位附近，大概是126、127左右有支撑，所以前阵子呢，我就开始比较密切的在注意它。另外，目前百世的本益比呢，大概是在20倍左右，如果是以过去5年的数据来说，算是在最低点哦。那根据 Investing.com 提供的15个估值模型的平均
数来看的话呢，是落在145块左右。而在我录影的这个当下，它现在的股价是131块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懒得去算估值的话，我非常推荐你来使用这个 Investing.com， 尤其是它的 Pro 的版本，系统会帮你直接算好每一个模型的估值，然后把这些所有模型的估值呢计算出一个平均数。这样子一来，你就不用自己再花时间自己去算，而且当参考的估值模型越多，你的这个价格其实就越有参考性。虽然我自己主要是透过黄金价位这个方式来去判断进场时机，不过我偶尔也会去 Investing.com 看一下他们的估值模型，用这个功能来做一个辅助判断。另外，在这个 Dividend 这边呢，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些股息的资讯，包括殖利率、Annualized Payout、Payout Ratio、股息连续成长年数等等的。那右边也可以看到下一次发放股利的相关资讯，包括股息日、金额、发放日期等等的。下面也可以看到股利的历史数据以及过去的殖利率表现。除此之外呢， Investing.com 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在 Idea 这边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的 portfolio， 像是巴菲特、比尔盖茨、桥水晶创办人 Ray Dalio，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他们目前的持股状态以及投入各持股的资金比例。右边这边呢，你也可以看到投资的类股板块。那如果你想要寻找一些有潜力的股票，就可以在这边寻找，我觉得蛮方便的啦。我有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，也会来这边找。那 Investing.com 的连结我已经放在下面了，有需要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推荐你去使用 Investing.com， 他们的估值真的好好用。OK， 那我们回到正题哦。以黄金价位来判断，目前的股价确实是偏低的。根据 Investing.com 提供的15个估值模型的平均数来看的话，目前的股价也是偏低的。所以无论是以技术线图还是以估值的角度来分析，我认为现在的股价都算是便宜的。再加上现在它的殖利率大概是在 4.3% 左右，对比现在的3个月美国公债殖利率大概也是 4.3%， 可见这样的殖利率其实是也蛮有竞争力的。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还想要听哪一只股息股，也许下一集我会讲它哦。OK， 那除了财报数据、股价便宜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以外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也认为对于百事公司的未来是有正面影响的，那就是百事呢前几天宣布要以19.5亿美元收购一家汽水品牌 Poppi。Poppi 这间公司卖的可不是一般的汽水哦，它是卖益生元汽水。这个益生元呢，可以促进肠道内益生菌的生长，有助于消化健康。帮大家科普一下哦，益生菌跟益生元不太一样，益生菌是存在于某一些食物或补充剂当中的有益细菌，而益生元呢是富含纤维的食物，它可以滋养有益细菌，像是燕麦、芦笋、香蕉、黄豆、韭菜。都是富含益生元的食物。百事原本卖的饮料零食其实都蛮不健康的，而 Poppi 主打的就是健康低热量配方，结合益生元、果汁、苹果醋，含糖量不超过5克哦，在美国市场吸引到非常多的年轻族群。自从2020年以来 ，Poppi 的销售每一年翻3倍，2023年的销售额呢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，而且分析师也预期哦，在2030年以前还会持续的翻倍。这家 Poppi 在碳酸软性饮料市场的市占率虽然只占 1%， 但是这也意味着 Poppi 还有很高的成长空间。毕竟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嘛。这也是为什么百事愿意用将近20亿美元的高金额去收购这间公司。百事收购 Poppi 很明显就是在调整他们的产品组合，抢攻健康食品领域这个市场，而这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的趋势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近期会关注百事的原因之一。最后来总结一下虽然一直以来我并没有特别偏爱股息股，百事公司也不是我口袋名单当中最出色、财务状况最好的一间公司，但是我认为只要基本面在水准之上，股价又落在相对甜的位置，公司未来也还可以期待的话，那这就很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。当然啦，这也不是叫你要买，以上的分享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跟观点，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。这集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，记得要帮我按个赞。那如果你不想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